你信不信我把你的手指头给掰断了？我还是有点深。哎，你们先请，先请。哎呀，我们这边走。你给我等着！该离，该离。平陵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4条规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今天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魏同仁诉被告乔连凤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在开庭。综上，这份股权转让协议是我当事人长期遭受被告的恐吓，在人身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下被迫签署的，并不是自己真实意思的表示，依法应予以撤销。原被告双方力量悬殊，在签署这份协议的时候，夫妻感情尚可。原告是因为无力扭转企业长期亏损的局面，相信被告的经营能力，自愿把股份转让给被告持有的，这完全是双方真实意愿的表达，依法应该受到法律保护。有什么话不是好好说？哎呀，这那话都别说这。对啊，这个伤人的，我跟你说，你这你怎么说？有什么话不是好好说吗？出门就有人等着你，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听见没有啊？听见没有？第21号证据，要证明的事项为：被告经常对原告施以家庭暴力，使得原告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让他产生了巨大的不安全感。被告可以质证。有异议。这个视频上的时间码是2015年8月21日，而这份协议签署的时间是2015年8月20日，所以这个视频只能证明，在这份协议签署之后，原被告双方他们的夫妻感情恶化，并不能证明这份协议是原告被迫签署的。审判长，这段视频里面的事儿呢，确实是发生在这个协议签署的第2天。可是我想请您还有在座的各位关注一个细节啊，这个视频是在哪儿录制的？是在酒店的房间里面。为什么要在酒店的房间里面呢？这说明原告和被告两个人的夫妻关系已经恶化到了非常非常糟糕的地步。我们的原告不堪忍受被告长期的这种暴力恐吓，哎，他说没有办法，谁暴力了？跑到酒店的房间去继续躲避，而我们的被告呢，还要不依不饶地追过去打骂他。由此，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头一天，我们的原告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签下了这份协议？就像你说的，想象你也只能想象，因为这个还是无法证明这份协议是原告被迫签署的。继续。证据22号到37号是经过公证的聊天记录。当然了，这里边有一些内容呢，实在是有点不堪，我不太好意思在法庭上公开的读出来。有碍文明的就不要读了，我们这儿也都有。好，那我就选几条来读一下啊。2015年的3月12日晚上的21点03分，魏同仁，你这个老王八蛋，你和你那个小……此处我省略2个字，藏在哪里？藏好了，别叫我找到你。当心我让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2015年的4月21日的凌晨2点32分，短信内容：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找不着你，我还找不着你妈妈。明天回家看看你妈是不是还活着。2015年的7月9日的凌晨1点52分，我看你是活腻歪了，我给你10天时间，你不签，我马上把信寄到纪委去，到时候你就等着警察来找你吧。下一条，2015年的8月22日。对不起，打断一下，审判长。从此开始，原告提供的短信是在这份协议签署之后发出的，我方认为对证明本案毫无意义。好，后面的就不要读了。
被告对前面的有无异议？有。乔连凤，你说给纪委写信，你想给纪委写什么信？我举报啊！我举报魏同仁啊！他作风败坏，在外头找小三儿。被告注意你的行为，冷静，坐下。那么，乔连凤，你能说一下为什么要向纪委举报魏同仁的生活作风问题吗？因为我不知道该找谁啊！哎，我找了警察了，警察说人夫妻之间的问题他们不管，那我找谁呀？你们告诉我啊，我找谁？找谁啊？好了，沈班长，我方的当事人承认确实给魏先生发过不礼貌的短信，那是因为魏同仁道德败坏，在外面找别的女人，被我的当事人发现，索性不回家，我的当事人找不到他。情急之下才发出的这些短信。事实上，这只是夫妻之间一时的过激之语而已，并不能证明我的当事人真的实施了胁迫、威胁他人身安全的行为。正如短信中提到的魏同仁的妈，实际上魏同仁的妈妈仍然好好的生活着。情况感觉不妙啊！这乔连凤，请问你身高多少1.65米，体重呢45公斤。原告，请问你的身高是多少1.86米，体重呢86公斤。86公斤，45公斤。原告的体重将近被告的2倍，而现在原告却主张，被告用胁迫、暴力的手段威胁他，让他签署了这份股权转让协议。咱们就不要用专业的法律知识，只是用一般的情理推测，可能吗？审判长，从我方刚才出示的证据来看，在这份协议签署之前，原被告双方确实夫妻关系出现了问题，但是被告怀着与原告重修旧好的信心，而原告却心思放在了外遇上，无心经营，致使公司经营出现了重大问题。为了避免公司破产的命运，夫妻俩不得已放下了矛盾，携手解决问题。这正说明他相信我当事人的能力，所以才自愿签署了这份股权转让协议。你的。注意法庭纪律。我儿子，审判长，我儿子来电话，一定有急事啊，我接一下。哎，我听见呢，嘿，我这开庭呢，你说，啊，你怎么又让人给打了？原告代理人，我再次重申，这里是法庭，不是你打电话的地方。不好意思，你们继续啊。哎，我听不到你那边说什么呀？我换个地儿。打人电话了。哦，闹上家了嘛？你说你怎么回事？怎么老让同一拨人打呢你啊？他们怎么老打你呀？你这事儿你得找老师啊！爸爸不在你旁边啊！你说你现在找我没用啊！我说话你能听到吗？喂，我这信号没问题，其实你那边信号有问题。对不起，审判长，原告代理人不听劝告，仍然在这里打电话，这不是公然藐视法庭吗？法警，把他带出。我跟你徐律师，爸，哎，不，我自己会走，我知道。儿子，我这个爸爸现在帮不了你了啊！你只能自己努力了。坏了，这下可完了。我再次重申一下法庭纪律，任何人不得再有上述干扰庭审活动的行为。原告、被告，听清楚了吗？当然，我方一向遵守法庭纪律。陈律师，这是作为一名律师最基本的道德修养，不像个别人。不好意思，下不为例，下不为例。你说会不会连这一上午都没有完，就直接说了吧？被告，你还有什么证据要出示的吗？有，还有最后一项，这里。
对不起，审判长，对不起，对方代理人，我想提醒一下，说，刚刚审判长您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要注意法庭纪律，可是刚刚对方代理人您包里调出的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录音设备？审判长，这是个耳机。你确定没有录音设备吗？没有，不是，这绝对没有。审判长，我建议让法警检查一下，这到底有没有录音设备？法庭上明令禁止，不允许带录音设备。审判长，这真的只是个耳机，这不可能有录音功能。这审判长，我建议让法警检查一下，这个设备到底有没有录音功能。好了好了，双方代理人，你们能不能职业一点？休庭，下午1点半继续开庭。一切尽在掌握。法警，把他的耳机拿起来，我们检查一下。这真的就是个耳机呀！师傅，您知道我没有带任何录音设备啊。你不可能带录音设备来法庭啊。真有你的啊，程德良。我跟您说过，这个耳机它没有录音设备的。要是因为你们输了这场官司，我可跟你们没完啊！乔女士，现在说这话还早，我还要问你呢。原告今天在法庭上出示的那些短信，你为什么没有提供给我们？我早就让田律师提醒过你，不能对你的律师有所隐瞒，否则一切后果自负。陈律师，你太坏了，你是不是在拖时间啊？怎么会？连凤，咱们俩始终是两口子，对吧？要不然，你就让我回家吧。滚！被告，什么？别和原告什么滚？滚！你现在住的是我的房子，你想霸占我的财产，跟你那个小姘头好是吗？我告诉你，你想得美。什么姘头？你什么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姘头？这事谁不知道啊？替你开车那个小白脸，那不是小姘头吗？你都替他打俩孩子了。他们这个这人尽皆知，王八蛋，你才王八蛋！不说完了。审判长，那边呀，原被告打起来了。打起来，你去叫保安呢？您庭上的，您庭上的原被告打。我庭上的。不，您快去看看吧，这还审判没结束呢，这怎么回事？别打！哎，乔女士，别打了，别不能在这里打架！干什么呢？乔女士，别来！住手！哎呀，别打！别！住手！他不光威胁我，还殴打我。他还威胁说，他要殴打我母亲。本案的被告带着5个彪形大汉冲进了房间，他居然冲到我母亲家里，当着我母亲的面殴打我。我母亲是有心脏病的，我妈吓得半死，躺在地上。时间是早晨的8点10分，而出来的时候呢是晚上的10点半。他说，如果不解协议，他还要殴打我。我方的第41号证据可以证明这个事实，而这份股权转让协议就是在那一天签的。你说你是个人吧？你简直不要脸！你胡说八道！你太不要脸了！你别说话，全体起立。本院依法宣判，根据合同法第54条等相关法律规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予以撤销。退庭。退庭。哎，法官，你来偏架啊你啊！啊，怎么就输了呢？啊，我给你那么多钱，你还我律师。我跟你问你啊，我给了你那么多钱啊，你还我钱你啊！哟，韩主任，哎呦喂，真没想到哈，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胜败乃兵家常事。对方那个陈硕，他就是个流氓。可说呢，韩主任，您千万别放过他，一定要坚持上诉，跟他斗到底。您消消气啊！哎，姓韩的，就这么走了啊？你收我那50万呢？啊，你还给我那50万！哎，那个乔女士，您可别血口喷人啊！我们韩主任可是免费代理啊。什么免费代理的？他说他免费代理，他会免费代理，你听他的呢！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还我50万！还我50万！不是听见没有？老韩可真无耻。该。值得。陈无良，哟，走了。你知不知道我给你助攻来着？知道。要不是你的话，那法官不就从侧门出去了吗？不过没关系，就算法官出去，我一样可以把战火从里边燃到外边，让他看到。罗律师，这次非常感谢你能把陈律师介绍给我。应该的，魏总。魏总，在这个案子上呢，咱们存在着利益冲突，但是下一个案子就没有了。把下一个案子给我们吧。嘿嘿嘿嘿，客气话还没说完呢，开始挖墙角了是吗？我怎么就挖你墙角了？人魏总的案子本来就是我们的，是吧，魏总？话是这么说，我也特别想委托给你们，可是实在是没办法。怎么了？他把你给绑架了？差不多吧。我觉得陈律师可不像你们俩那么好说话，他早已经把这个案子的2个代理协议一块签了。够狠的呀！哎，春华看见了吗？就怕流氓有文化。车到了没？到了，门口呢。客气一下，送你们俩出去。好嘞，再见。魏总稍等我一下啊。再见。各位合伙人，我们有一个案子想在合伙人会议上提出来。这个当事人是一个从农村考出来的女大学生，长期受到伟达集团老总杨伟达的性骚扰。她前一段时间找过我们，然后在陶正律师帮助分析和亲自劝说下，她同意放弃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起诉杨伟达，和伟达集团进行劳动仲裁。但就在她领这个补偿的时候，她再一次的受到杨伟达言语上的侮辱，并且杨伟达企图再次对她实施性骚扰，所以当事人决定放弃经济补偿，和杨伟达打性骚扰。各位合伙人，我们承认，在这个案子上几乎是没有证据的，就算是打起来，胜诉的希望也很渺茫。而且一旦打起来，很有可能会成为舆论的焦点，不可避免的也会给所里带来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在合伙人会议上向大家汇报。好，情况我们了解了，你们先回去，我们讨论一下。好的。还是年轻啊！当初我们也年轻过。各位，对这个案子大家有什么想法？怎么都不说话呀？我们这不正讨论着呢吗？这事儿有什么可讨论的？我们作为律师，维护法律和正义就是我们的天职。那个女孩都被欺负成那样了，我们不应该支持她维护自己的权益吗？这个案子的情况我了解，走到今天这一步，那说明这个老板真的是欺人太甚了。我支持他们，毕竟这种为了正义而斗争的勇气，我们每一个律师刚入行的时候都有过。这个案子可能打得赢吗？你没听说吗？当事人不在乎输赢，他就要个说法。不就是个小案子吗？打就打吧。
年轻人嘛，给他们个机会历练一下。就是有冲劲儿啊，是吧？